目送着凤晴进了酒店，乔涵对司机说道：“回老宅那边。”好。乔涵往后靠在车椅上，想着凤晴的事。会算计坑害凤晴的人，不用问也知道是凤晴的那些家人。凤家真正想着让凤晴上位的人，可能只有凤家主以及那些旁系的人吧。以前的凤家少主是凤若，但凤若不是凤家真正的女儿。凤氏家族的那些旁系，怎么可能肯让凤若上位？那若是凤晴不能挑起重担，那些旁系出身的女儿们就开始蠢蠢欲动了。乔涵觉得动手的人是凤晴的家人，旁系的人也有可能知情，但不阻止。凤晴虽是真正的凤家千金，可她不在凤家长大，未能从小和家族的人打交道。那些旁系的凤氏族人就担心凤晴上位后会比凤家主更加的铁面无私。毕竟凤晴和他们没有太深的交情，凤若不能上位，凤晴不堪大任，他们旁系才有机会吗？豪门争斗啊，向来残酷。想想凤家主当初为了上位，那连亲姐妹都能干掉，为了名为了利，他们什么事儿都能做出来。由凤家的暗争暗斗，波涛汹涌，想到了战家。战家一向和睦，兄弟叔侄都不会为了名为了利争争打打，他们家也很看重教育，每一个孩子都培养成才。个人的喜好不一样，他们有本事的，在自己喜欢的行业里发展，自己都事业有成，就算不接管家族公司，也能撑起属于自己的那片蓝天。乔涵忽然就明白自己的父母双亲为什么那样喜欢战浩宇了。除了战浩宇这个人的确有能力配得起他之外，父母更是看重战浩宇背后的战家。为人父母总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嫁个好婆家。乔涵想着他和战浩宇未来的事，想得失神，直到司机停了车，扭头提醒他大少爷到家了，乔涵才回过神来。车外天色早已暗沉，乔家的院子里路灯全开，战浩宇在屋门口等着的，看到乔涵的那辆迈巴赫停下来了，他笑着走过来，替乔涵拉开了车门，笑道：“你在我前面，怎么回来得比我还晚？”这话说的好像他已经是乔家人了一样，将乔家当成了他的家。乔涵下车看了他两眼，便往主屋走去。边走边说，到半路上遇到了凤晴，他的车被人动了手脚，导致他半路上车子抛锚。他约了重要的客户，在我广元大酒店见面，不能迟到，我送他过去。战浩宇与他并肩走着，尝试想牵他的手，被他甩开。他瞪了他两眼。战浩宇摸摸鼻子，嘿嘿的笑，牵牵小手不会掉块肉。好好好，不牵，你别瞪我了，老是瞪我，给我留下阴影。晚上睡觉做噩梦，我会来找你算账的。我这么恐怖，能让战三少爷做噩梦的话，麻烦战三少爷高抬贵手，饶了我吧。以后都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，免得你做噩梦。做噩梦才惊险刺激，我这个人最喜欢惊险刺激了。战浩宇又说到凤晴的车子被人动手脚，他没出车祸，那人不想他死呀。你很想他死啊，他生死与我无关。我是觉得一般人在别人的车上动手脚，都是想制造车祸要对方的命的，而不是让车子半路抛锚。凤晴的兄嫂甚至亲生父亲对他都没有感情，凤若就更不用说了。若是他们下手，肯定是要凤晴的命。乔涵看他，你的意思是这件事是凤家主让人动的手脚，给凤晴制造点状况，看凤晴怎么解决吗？战浩宇说道，有这个可能性，也有可能是那些人还不敢一次性要他的命，这一次只是试探性动手。乔涵倾向后者，凤家主就算给凤晴制造麻烦，让凤晴积累解决问题的经验，也不会拿凤晴的性命开玩笑。
那万一车子抛锚时被其他车辆追尾撞上，发生了车祸，很难保证凤晴不会受伤。表面上呢，凤家主还是偏心凤若，对凤晴这个亲生女儿不好的样子。实际上，凤家主很看重血脉的，凤晴是他亲生女儿，好不容易调换回来，他再狠心也不会伤凤晴性命分毫，那是凤晴的事，咱们看看戏就行，不用管那么多。要是战浩宇半路上遇到凤晴，他就不会伸出援手，他是站在自家嫂子的那一边。凤晴的亲妈极有可能是杀害他大嫂的亲外婆的凶手。乔涵没说话，他也知道战浩宇的立场。乔轩回来了吗？没有。战浩宇答道，乔叔和阿姨也不在家，今晚就咱们俩一起吃饭。早知道乔叔和阿姨避开了，他就早点过来准备浪漫的烛光晚餐了。乔涵皱眉，他都提前打电话回家，告诉父母他会回来吃饭。父母在电话里答得好好的，结果他人回来了，父母却跑出去，不就是给他和战浩宇制造独处的机会。屋里只有佣人，两个人进屋后，很快佣人们也退出去。餐桌上摆上了很多乔涵爱吃的菜。战浩宇笑着，阿涵，咱们吃饭吧。饭后呀，我带你去看电影啊。我没有看过电影，没有时间。那今晚就去看，咱们好好的约约会。战浩宇说着又去拉他的手，在他的休息室里，他愿意换上一次女装给他看。战浩宇就知道乔涵向他打开了新房大门，虽然他面上还是冷冰冰的，那表情依旧严肃，但他对他越来越心软，就无情心变狠，有情心一软。乔涵就是这样的人。这一次乔涵没有甩开战浩宇的手，任由他牵着他走进餐厅。这么热的天，去游泳吧。你确定？上次哄着他去游泳，结果他不肯下水，乔涵就笑了笑，不确定。那我帮你确定，咱们先去游泳，然后去看一场电影，看完电影了再吃宵夜。乔涵默了默后，那说到你安排吧。我没有约过会。他这句话让战浩宇笑咧了嘴，他这个人不会说喜欢呀、爱你之类的话，肯与他约会，便是他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。好，我安排，保证你今晚会开开心心的，只要乔涵愿意和他约会就行。乔涵看他两眼，笑了笑，说道，和你在一起就很开心了，你有当开心果的潜质。战浩宇笑得更欢，他的结婚对象是乔涵，乔涵又是沉稳的性格，他都不敢奢望乔涵会和他说句情话。乔涵的话不算甜言蜜语，听在战浩宇的耳里就是情话，甜入了他的心。吃饭的时候呢，战浩宇对乔涵那个体贴入微啊，就差喂着乔涵吃了。乔涵好笑地看着自己堆成小山糕的碗，说我长了手，自己能夹菜吃，不用你帮我的，你看我的碗都堆满了你家的菜，我想吃口饭都吃不到。他说完，战浩宇马上就去帮他另外盛了一碗饭过来，就还给他盛了一碗汤。他拿起公筷，也给战浩宇夹满碗的菜。战浩宇乐呵呵的，边看着他边吃堆满他碗的菜。吃饭就吃饭，老看着我干嘛？我喜欢看着你，你就是我碗里的菜，我最喜欢的那道菜。乔涵，除了我这道最喜欢的菜，你还有很多喜欢的菜是吧？没有，绝对没有，我就喜欢你这道菜，其他菜都不喜欢吃了。我们家的男人都喜欢吃独食的，吃独食和只吃一道菜不一样。你看我给你加了那么多菜，你都爱吃。他夹菜吃的动作顿住，一时间都不知道那该吃还是不该吃。看他那副纠结的样子，乔涵扑哧的笑，你说我秀色可餐，不就没有这么多事了？赶紧吃。阿涵，我对你是认真的，
我只爱你一人。乔涵动作优雅地夹着菜吃，脸上的表情愉悦，代表他此刻的心情挺好的。他说道：一生那么长，你能保证？我都不敢保证以后的事啊。多少恋人在热恋的时候，山盟海誓，婚后没几年就出轨的多了去。战浩宇噎了噎，说道：我也知道说好听的话没什么用，只能用实际行动来证明，但你得给我这个机会证明给你看呀。乔涵继续悠闲地享受着他的晚餐。你这是让我拿一生去赌啊？战浩宇，我也是用我的一生去赌。婚姻呢，本来就是豪赌。乔涵没有马上接话，他喝了点汤水后，对战浩宇说道：来，咱们比赛，谁吃得最快，吃得最多，一点都不浪费。若是你赢了，我跟你赌一生，你输了就算了。他一落，战浩宇立即开始夹菜扒饭吃。你不能等等我的呀。战浩宇就停下来，等我说1、2、3开始才行啊。好吧。战浩宇拿着筷子，神经紧绷，等着他说1、2、3开始。乔涵也做好了准备，然后快速地说道：开始。两个人马上开吃了。乔涵的修养让他拼命吃，也不如战浩宇的速度快。战浩宇是连战家3少爷的，形象也不顾的了，一阵风卷残云定输赢。战浩宇吃得撑了，但他赢了。乔涵，你撑得难受吗？难受，不过我赢了，你就要和我打赌。乔涵有点心疼地看着他。行，我一言九鼎，说得出做得到，我就用我的一生和你赌。得到了他的许诺，战浩宇立即站起来，对他说了句：我去一趟洗手间，就捂着肚子赶紧跑洗手间了。乔涵失笑不已，却也看出了战浩宇对他是真心的。好一会儿，战浩宇才从洗手间里出来。需要去医院吗？乔涵关心地问他。战浩宇挺直腰肢，说道：不用，我没事。咱们出去散散步，消消食，然后再出门。他长这么大，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多。是真的吃撑了。好在他赢了，赢得了他的一辈子呀。他拿一生和他赌，他同样是用一生和他打赌。乔涵自沙发上站起来，温顺地道：走吧，我陪你出去散散步。两个人走出了主屋，乔涵带着他在自家院子里闲逛。好在他家院子够大，走上2圈他就觉得舒服多了。就算想赢也不要吃撑。你看你刚才上洗手间前，你冷汗都出来了。为了我们一生的幸福，我肯定要拼的呀。战浩宇牵起他的手，乔涵没有甩开他的手，放任他牵着他。两个人手牵着手，在院子里散步的这一幕，落在管家的眼里。管家又是痛心疾首，他家英明神武的大少爷，被战浩宇攻下来了。可是先生和太太都喜欢战3少爷，就将战3少爷当成女婿来看待。也有可能是当成儿媳妇来看待。男的儿媳妇，管家也就是在心里心疼。自家大少爷被战浩宇扳弯了，嘴上可不敢说什么。他不过是个管家，就乔家上下对他再好，他也不能多嘴。那现在还难受吗？不难受了，从洗手间里出来就好了很多。那再走上几圈，我可能又饿了。乔涵失笑，我还以为你晚上的宵夜都省了呢。不能，咱们今晚是第一次约会，怎么能省掉宵夜？走，我带你去游泳，就我丰泽酒店的泳池绝对安全。乔涵是卸下了心防，让他攻进去了。那他还是习惯男人打扮，他也不想一根筋将他拉回正道，只要他觉得舒服自在就行。那怎么开心怎么舒服就怎么来吧。管别人怎么说。乔涵嗯了一声，没有反对。于是10分钟后，战浩宇开车载着乔涵出门。乔涵的那班保镖团自然不能随行，管家亲自给2个人开的门。
又站在别墅门口目送着战浩宇的那辆迈巴赫远去。良久，他就叹口气：大少爷既然喜欢，只要大少爷开心就好。先生太太都能接受呢。阿涵，管家对我是不是有什么意见啊？战浩宇边开着车边对乔涵说道：他对管家态度很好呀，每次过来也会送些小礼物给管家的。就乔家人对管家是什么态度呢？他就什么态度。乔涵抿了抿嘴后说道：管家觉得你毁了我的名声，又绊弯了我，对你肯定有意见哈。战浩宇嘿嘿的笑，唐伯虎的诗，星爷电影里的经典台词，别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他人看不穿。乔涵，你也是傍了你奶奶的福，你奶奶查到我是个女人。不是你查到的。战浩宇依旧嘿嘿的笑，是，我是傍了我奶奶的福，要不是我奶奶，的确不知道你是女人，更不会去追求你。当初收到我奶奶将你的相片交给我，让我去追求你，娶你为妻，我还以为我奶奶对我有意见，针对我给我选了个男人当老婆呢，想让我变成同性恋吧。奶奶说你是个女人，我都不相信。看你的相片分明就是个俊美的男人，所以最先的时候我是很抗拒的，并不想追求你，怕别人说我同性恋。我最初不是一心想拆穿你女人的身份吗？可惜我没有那么大的本事。你扮男人的确是扮得滴水不漏的，想来我奶奶当初调查你，证明你是个女人也花了不少时间的。乔涵恍然，怪不得了，我就觉得你有一段时间老是针对着我，似乎怀疑我是个女人，又觉得不可能，因为我们过去交集的次数很少。后来呢？乔涵好奇地问着，对他有点感情了，也愿意用一生和他赌一场。他便想知道他的心理历程，就想知道他是怎么一点点喜欢他的。毕竟谁面对他都觉得他是个男人。正常的男人不可能喜欢他，歪了的男人就算会喜欢他，也不敢对他展开追求。战浩宇老实的道：是我的爱情顾问们建议我直接对你展开追求的，说我再花时间去证明你是个女人，我怕是一辈子都追不到你，那样是浪费时间。你的爱情顾问？我的兄弟，还有我大嫂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怪不得他突然间就向他表白，高调的说要追求他，那在江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。自那天开始，他就对他纠缠不休，他的耳根也不能清净。不是，相较于以前被很多爱慕者纠缠，他的耳根还是清净了很多的。现在他面对的追求者只有战浩宇一人，偶尔凤若会出来打打酱油。凤若对上战浩宇可以说是毫无还手之力，大概是这样吧。现在凤若也不太敢在他面前露面，大少奶奶还会充当你们的爱情顾问，有什么奇怪的？我们兄弟感情好，大嫂嫁入我战家，也融入了我战家，是我战家的一份子，她自然也和我的兄弟们一样盼着我好的。你应该知道 A 世君家的大少奶奶吧？我大嫂和她私交极好，可能是受她影响，也特别爱吃我们这些当小叔子的爱情大瓜。乔涵，老话说得对，人都有八卦之心的。君家大少奶奶我知道，不过没有见过面。你大嫂我倒是接触过，挺舒服的一个人，就是看着她觉得很舒服。战浩宇笑，我奶奶的眼光不会差的，所以我们兄弟几个的人生大事都由着我奶奶来折腾，只要奶奶给我们选好了目标，我们都相信那必定是适合我们的女孩子。我奶奶老是骂我们这些猪不会拱白菜，还要她老人家给我们找白菜来拱，明明是她老人家心急想抱曾孙女，催着我们结婚，心急的帮我们到处寻找目标。乔涵理解得到老人家都这样的，我爸妈不也一样，特别是对我爸妈是非常担心的，看到你，我爸妈比看到一座金山还要高兴，
觉得我的人生大事总算有点苗头了。战浩宇得意洋洋的，那是我很优秀。乔涵笑，是，你是很优秀，非常优秀。两个人一路上说说笑笑的，很快到了丰泽大酒店。战浩宇像上次那样，带着乔涵走绿色通道，在不惊动大家的情况下，就带着乔涵上了楼顶的游泳池。那这边乔涵给战浩宇打开了新房大门，那边的凤晴总算谈妥了那单生意。他送着客户走出酒店，看着客户坐上了车子离开，他才吁了一口气。在酒店门口略站了片刻，他打电话给方先生，让方先生来接他。他的车在 4S 维修，你在酒店里面等我，别在外面站着。虽说10月了，还是热着。方先生叮嘱着凤晴。行，我在酒店1楼的休息区等你呢。方先生应了一声，很快就挂断了电话。那他是凤晴回归凤家后，凤家主安排给他的生活助理。方先生成熟沉稳，办事牢靠。凤晴原本不想用他，他用事实来证明了他的能力后，凤晴才会用他，这一用就用习惯了。而且方先生在来到他的身边后，就向他表过态，只要他活着，他都是只忠于他，不会再听命于他的母亲。他做过的事，凤晴也看在眼里。1年多的朝夕相处，他相信方先生说得出做得到。记得他刚回归凤家时，母亲将方先生给了他，让方先生成为他的生活助理。凤若那羡慕嫉妒恨的样子，让凤晴知道方先生是个有用之人。后来他才知道，每一代的家主身边都有一位得力的生活助理，那位生活助理是由凤家的训练基地训练出来的，需要过5关斩6将，接受各种魔鬼训练，才能脱颖而出。下一代家主的生活助理会先在上一代家主身边实习，由家主考察他的人品，验证一下他的能力是否合格。等到家主确定了接班人，不打算再换接班人的时候，才会将那位助理安排到接班人的身边，然后助理一生就只能忠于一人了。所以呢，凤若在看到养母将方先生安排到了凤晴的身边，才会羡慕嫉妒恨。明明他是在凤家长大的，也被当成接班人培养。方先生在5年前就跟在养母身边实习，养母呢却一直不将方先生安排到他身边。凤若不愿意承认，也不得不承认，他的养母内心深处对他这个一手培养出来的接班人不太满意，才会一直不将方先生安排到他身边。方先生来得很快，他是凤晴身边最给力最信任的人，就算不跟着凤晴也不会远离。只要凤晴需要用到他，一通电话打给他，他都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。方先生大步地走进酒店，他一进来，环视一遍便看到了凤晴，脚下一转，他大步流星地走过来。方先生，凤晴看到了方先生，他收起了手机，自沙发上站起来。小姐的车出了问题，也不打电话跟我说一声，我好立即给小姐安排一辆新车。方先生低声说着，凤晴不告诉他，他的车子出问题了。凤晴轻声说道，上车再说。方先生警惕地看了看四周，然后跟着凤晴快步地离开酒店吧。数分钟后，方先生开着车就载着凤晴离开了广元大酒店。小姐的车子是不是被人动了手脚？在车上说话保密性高一点。这辆车是方先生专门用来接送凤晴的，每次用车之前，方先生都会检查几遍，确认车子没有被动过手脚，也没有人在车上放录音笔之类的，他才会用车。这辆车也带着防弹功能。是很安全的。是的，凤晴答道。我遇到了乔大少爷，乔大少爷的司机会修车，他帮我检查了一下，告诉我的车是被人动了手脚，才会在半路上抛锚。方先生，这件事
你去帮我查清楚，看看是谁干的，还有知道这件事的人有多少人，都帮我查清楚。知道我的车被动手脚也不说出来，心思和在我车子上动手脚的人一样，都是看不得我好。方先生边开车边说道：“小姐放心，我会查得清清楚楚的。小姐遇到了乔大少爷。”那方先生对乔涵带着防备之心。乔大少爷刚好下班，路遇到他就帮了我一回，亲自送我来酒店，否则我迟到了。客户觉得我没有时间观念，对我印象极差，今晚的生意必定泡汤，明天我就会被我妈骂个狗血淋头，让我车子半路上抛锚。他们的目的就是想让我谈不成生意，肯定也盼着我出车祸啊。能在我的车子上动手的人也就他们几个了。凤晴是住在凤家大宅，能自由出入凤家大宅的人屈指可数。组里的很多人呢，想出入凤家大宅，是需要申请得到允许才能出入的。而凤晴的车子要么停在凤家大宅，要么就停在凤家的公司里。公司里人多眼杂，一般不敢动手，唯有在凤家大宅才容易动手。那动手的人估计也是看他在凤家大宅里得不到重视吧，就连佣人都是对凤若更好一点的，大家都觉得他这个真正的凤家千金不讨家主喜欢，下一任的家主是凤晴还是凤若未知数呢？总觉得凤家主更喜欢凤若，说不定最后上位的是凤若。凤若让人帮他在凤晴的车上动手脚，也不是不可能的。就除了凤若，还有凤晴的亲兄嫂、亲生父母都有动手的可能性。小姐以后还是由我接送你上下班吧。小姐想去哪里，我也能送你去。别忘了，我是你的生活助理。凤晴默了默后，说道：“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我让你去做的事，你也还没有交出让我满意的答卷。”他让方先生帮他调查他亲妈，是否真的在几十年前杀害了他的大姨小姨，才坐上的家主之位。这件事很难办，他只能让方先生去办。方先生是他身边最给力的人了，方先生给他培养出来的心腹，个个都有本事。方先生歉意的倒是我没用，到现在都交不出让小姐满意的答卷。也不是你没用，这件事过去了几十年，就算有证据，也被我妈毁得干干净净。当年的知情人估计也死光了，想调查清楚，拿到证据是很难的。管城那边也没有证据，就他们那边的势力更强，人脉更多。他表姐也在管城，管城那边这么久都没有动作的。方先生有点好奇，就觉得管城那边过于安静。凤晴又沉默了一下后，才说到：“战印和海童的婚礼在即，海玲的新店刚开张营业，我那个表姐不想在这个时候坏了大家的兴致吧。她和商太太的血缘鉴定结果，是早就出来的了，就商太太都没有告诉她。哦，那她猜到结果，他们就是姨表妹。这方先生，了一生也有可能。小姐要去参加战少的婚礼吗？战家没有给我们凤家送请柬，两家没什么交情。战家不送请柬，凤晴不请自去的话，她和亲妈容易闹矛盾，除非亲妈带着她不请自去啊。知道海童姐妹俩过得很好，我心里好过一点。上一任凤家主真是被她亲妈害死的话，海童姐妹俩的母亲就是因为凤家主的心狠手辣，落得悲惨的下场，也等于连累了海童姐妹俩。商太太过得好，海童姐妹俩也过得好，凤晴才会觉得心里的内疚感稍减。方先生不说话了。车子在晚上的街道上奔驰了一段时间，上了回凤家大宅的小路后，方先生忽然说道：“乔大少爷对小姐是不是有想法？他觉得自家小姐经常能偶遇到乔大少爷。乔大少爷的追求者想偶遇他都没有机会，他的小姐却经常遇到。
这要么是两个人的缘分，要么就是乔大少爷刻意为之。凤晴笑道：不可能，乔大少爷跟我说过，他很欣赏我，但对我没有感觉，提醒我不要对他有任何想法的，否则受伤的人必定是我。不过我是真的很欣赏乔大少爷。凤晴承认自己欣赏着乔涵，如果乔涵没有和他说那些话，他可能真会肖想一下乔涵。乔涵提醒了他之后，他就管住了自己的心，不再肖想乔涵，也明白他和乔涵不适合，不管他以后接不接管凤家，他都不适合乔涵。乔大少爷是很优秀，俊美多金，成熟沉稳，又是乔家的当家人，江城很多年轻的小姑娘见过了乔大少爷都会喜欢。方先生说这句话隐隐藏着点酸意，凤晴没有听出来，他笑道：那是，乔大少爷就是一块磁铁，走到哪里都能吸引着小姑娘的视线。不过我不是小姑娘，不会栽进去的。凤若就爱惨了乔大少爷，可惜乔大少爷正眼都不想瞧他。每次看到凤若苦追乔涵得不到回应，凤晴就疯狂地给乔涵点赞。听了凤晴的话，方先生就没有再问下去。他现在是深得凤晴的信任，但也不能过多的干涉凤晴的私事，就主要凤晴不会去肖想乔大少爷就行。方先生载着凤晴回到了凤家大宅，管家从屋里出来，看到是凤晴回来了，脸上呢挤出了笑容，迎了过来。大小姐回来了。凤晴推开车门下车，嗯了一声，算是回应了管家。她抬脚便往主屋走去，边走边问道：家主回来了吗？家主晚上没有应酬，下班后就直接回来了。管家跟着凤晴走，边走边回答着凤晴的问题，看上去对凤晴倒是恭恭敬敬的。凤晴却知道管家最会演戏，就他母亲在家的时候，管家表现得很好，背后却是站在凤若那一边的。凤晴没有再说什么，径直进屋。刚走到屋门口，就听到了大家的欢声笑语。当大家看到进来的人是凤晴时，笑声戛然而止，挂在脸上的笑容也僵住。凤晴神色自若，大厅里除了坐着她的家人，还有一个陌生的男人，她此前没有见过的。那个男人看到她后，眼神放肆地在她身上游走，最后颇为满意的样子。那凤晴心里猜到了是怎么一回事，她若无其事地走过去，向父母问好：阿晴回来了呀，你妈说你今晚去谈生意，我以为你需要谈到半夜3更才能回来的。开口说话的人是郑华，他对凤晴这个亲生女一向不感冒，平时看到凤晴眼不是眼，鼻不是鼻的，今晚倒是和颜悦色。凤晴跟父母打过招呼后，自顾自地寻了个位置坐下来，谈妥了生意啊，便回来了。爸希望我谈善生意，谈到半夜3更吗？郑华笑着，爸又不管公司的事，只是你妈平时需要应酬，谈生意的时候都很晚才能回来。你回来了也好，跟邹少认识一下，这位是咱们江城邹家的二少爷邹明亮。郑华笑着为凤晴介绍邹明亮认识。凤晴坐着不动，他对邹家没什么印象，应该算不上豪门，挤不入上流社会的人家。反正他自从被凤家认回来后，跟着亲妈出席各种宴会活动无数次，就是没有见过邹明亮。邹明亮站起来，笑得一脸谄媚，朝凤晴伸出右手：凤晴小姐。邹先生。凤晴只是点点头，并不与邹明亮握手。邹明亮也不觉得尴尬，缩回了伸出去的手，又神色自若地坐回原位，不过视线一直看着凤晴。凤若在这个时候笑道：晴姐，邹二少爷是爸帮你相中的，你和邹二少爷可得好好相处。虽然邹家不算豪门，家里条件也不差的，至少家产也有几百万吧，不过邹少爷的父母不介意，
儿子当上门女婿。要知道上门女婿可不好找，难得有人愿意的。爸首先想到的可是你，你看爸对你多好。凤若这话说的幸灾乐祸，父母家人都支持他去追求乔涵，虽然他一直追不到，但是家人的态度却表明了，他们是希望他入豪门。养父给凤晴找的男人呢，却是小门小户的，家里有个几百万身家的家庭，对于普通人来说算是有钱了，但在凤家这些豪门面前，邹家就是穷人。那有了对比，凤若心情大好。前段时间遭到养母指责的不快烟消云散，看来呢，养父母对他还是最好的。也是，他可是在凤家长大的，深得父母以及兄长们疼爱，那打小接受的也是接班人的教育。凤晴才回归凤家1年多，拿什么来跟他比啊？凤大少奶奶接着凤若的话，她夸赞着邹明亮、阿晴呀，邹少是个好男人，虽然他们邹家比不上我们凤家，但你以后是咱们凤氏家族的当家人，就只能招个上门女婿，邹少很适合你。我们也知道你和乔少关系不错，但是乔少却不是你能肖想的，他那么优秀，绝对不会娶你。当咱们凤家的上门女婿。邹少说了，只要你愿意和他来往，以后就安安心心的帮你打理好家务，让你无后顾之忧，像咱们爸一样。郑华当了凤家几十年的上门女婿，家里的小事情是由他打理着，重要的事情才需要凤家主处理。总之，郑华的责任就是让凤家主怀孕生娃，直到夫妻俩拥有至少1个女儿为止。凤晴淡淡的道：“谢谢大家的好意，我目前并不想结婚嫁人，工作上的事我都应付不过来，哪有闲心闲情去谈情说爱。”郑华说道：“阿晴，谈恋爱并不影响你工作，邹少是个老实本分的好男人，只要你和他交往了，他会安安分分的，你需要他的时候他才会出现，不需要他的时候他是不会打扰你工作的。你也老大不小了，连个男朋友都没有，在江城你跟大家也不算熟，靠你自己怕是不好找到适合你的男人。爸看到邹少不错，就帮你们介绍介绍，牵红线。放心吧，爸是你的亲爸，你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我不可能害你的。”邹明亮人长得挺帅的，以他的外在条件来看，与凤晴是挺般配，但是邹明亮却是个2世祖，吃喝嫖赌样样来，不思上进，仗着家里有几个臭钱就摆少爷款。他父母同意他给凤晴当上门女婿，就是不想管他了，放弃了他。有人肯要他，自是巴不得。况且凤家呢，他们也知道，在江城豪门排在末位，胜在是老牌子的豪门，家底丰厚，小儿子就是个败家子，就让他给凤晴当上门女婿去，至少不用再问他们要钱花，凤家有的是钱给他花。要是凤晴能像其母那样厉害，管制丈夫管得死死的，身上的零花钱每天呢不会超过500块钱，还能管好了儿子，让儿子没有钱去吃喝嫖赌，既能得到凤晴这样的儿媳妇，还能帮助儿子改正缺点，一举两得呀。凤家的人除了凤家主还没有说话，其他人都在你一言我一语的夸着邹明亮的好，极力撮合着凤晴和邹明亮。等大家说了一大堆后，凤晴再次强调：“爸，我还到30岁呢，不着急娶夫。我妈当年娶爸进门的时候是多少岁？